欢迎回到江风世界，朋友们好。今年的北戴河，空气里飘着的早已不是海水的咸味，而是秦城监狱的铁锈味。桌子上蒸的根本不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该不该下台，真正让北戴河陷入慢性窒息的，是在退休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间。先说明一下，下面关于北戴河谈判和人事安排的细节，主要来自墙外多路消息，以及我们对过去1年人事、军队和地方动作的长期追踪与交叉串联。按照墙外流出的谈判框架，曾庆红一方坚持习近平可以下台，但是必须要像毛泽东那样7分功3分过，蔡奇、王小红这些直接执行者也可以交出来，但不能把整个保守派和红色家族拖进刑事清算。但温家宝认为，李克强之死，张又侠、刘振立的下落，这笔刑事总账必须算。两边死死卡住，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案子没人敢定性。就在曾庆红与温家宝互相杀得难解难分，中共第4代总书记胡锦涛悄悄打出了他最致命的牌：清算界限可以慢慢撕，但胡春华必须先坐进政治局。这是胡锦涛在习雪20大上被当众架离会场的血海深仇。习近平在最后关头粗暴撕毁协议，李克强被迫退场，汪洋退休，胡春华连政治局委员都没保住。胡锦涛在闭幕会上想看清那份名单，却被人当着全世界的面架离会场。所以今天胡锦涛重新回到权力的源头，他是要把被习近平强行掰弯的接班轨道重新砸回原来的方向。但胡锦涛也很清楚，温家宝和曾庆红正在为习近平到底怎么处理刑事账查到哪里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硬谈谁来做最高领导，只会让两边立刻联合起来反对。所以胡锦涛打出的第一步是先让他重新进入政治局，回到了第6代接班人的跑道上。到了21大，曾庆红如果想推保守派的丁薛祥，就再也没法压死胡春华。面对胡春华重返政治局，曾庆红找不到理由否决，因为胡春华不是汪洋，汪洋可能推动党政分开，胡春华不会触动红色家族和财阀根基。对温家宝来说，胡春华没有庞大的利益集团，地方经验完整，执行力极强，要推动官员财产申报，追查李克强案留下的疑点。他至少是个敢接烫手山芋的人。让胡春华拿下这张门票，等于提前在21大的棋盘上压下一颗阻击丁薛祥的重磅筹码。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椅子坐上去。而为了让地方大员看懂风向，北戴河开会前夕，官场摆出了2种完全不同的信号。一种是翻旧账，退休10年的前广电总局局长蔡复朝突然被查，这是敲打背后的贾庆林，谁敢死保习近平，谁的马仔就被连根拔起。另一种是安全落地，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交出钱袋子，转任工程院院长，只要主动交权，体面和安全就能保住。一抓一放，官场人精瞬间秒懂。但是地方大员最不敢忽略的问题来了，万一明天习近平重新调动军队，如何是好？所以在真正把身家性命交给中共元老之前，他们必须先确认一件事：习近平到底还有没有能力调动军队翻盘？答案就藏在保定和西山。1月20日，张又侠、刘振立被抓，军委第1副主席和参谋长一夜之间同时出事。按正常逻辑，这本该是习近平趁乱重新安排自己人接管兵权的绝佳时机。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早已设好的死局里。刘源和汪洋立刻启动了绝密的4舱隔离方案。第一条线，刘源连夜杀出北京，直奔保定，因为他太清楚了，如果把所有人员联络和指挥权都留在北京8·1大楼，习近平只要封锁机关，就能把军队一锅端。保定守着北京南面的重兵和进京通道，刘源到了保定，就等于把兵从北京的权力泥潭里抽了出来，告诉全军，
张又侠可以被抓，但军队的枪绝不能重新交回习近平一个人手里。第二条线，汪洋带着绝密文件远赴昆明。很多人不理解汪洋去昆明干什么。汪洋带走的不是军队，而是党务文件、中央联络渠道以及元老集团做出政治安排的全部文字依据。军队光有枪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党内合法授权，任何拒绝听从习近平命令的部队都会被扣上军事政变的帽子，号召全军讨伐。所以汪洋必须把这套党内合法程序带去昆明妥善保存。只要文件在昆明，习近平就永远无法伪造党中央的决议。第三条线，胡锦涛和温家宝死死镇守北京。胡锦涛留在北京是用前总书记、前军委主席的身份压住政治民意，有他坐镇，军队不听习近平的私人命令，就不是将领造反，而是党内元老集体纠正个人专权。温家宝留在北京，则是为了死死按住国务院和纪检系统，防止习近平趁乱对那些已经换队的地方大员搞突击抓捕、反向清洗。第四条线，西山暗中切断战术通信。八一大楼是办公楼，但西山掌控着全军的战略通信和应急指挥。习近平坐在办公室内盖章签字没用，西山只要不替他切入战区频段，他的那道军令就只是一纸空文。这套防弹设计绝就绝在习近平控制了八一大楼，但他没有保定的兵，他抢到了公章，却没有昆明保存的文件授权，他强行签发命令，西山不替他下发，他想定性为政变，北京还有胡温死死压住政治口径，他就算控制了中南海，也绝不可能同时拿走这四样东西。更让习近平绝望的是，张又侠倒下后，新晋升的2名上将，一个管部队作战，一个管纪律审查，都不是习近平的人，甚至连解放军报都从7月11号开始到现在，军委主席负责制这7个字在军报上彻底消失。紧接着，军报罕见的猛轰军队家丑，夜间训练为了做样子乱打信号弹暴露目标，基层不敢拍板，只会层层请示，机关1个月用掉8个西股搞形式主义，表面上是在骂基层，实际上是在向全军拷问，过去10年主席亲自统帅，到底把军队管成了什么样？军队没有公开宣布废掉军委主席，习近平依然可以出席会议，可以出席晋升仪式，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但命令能不能发出去，战区听不听，已经不再由他说了算。接着往下讲之前，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普瑞堂的玄宝黑参。您看上头那些人为了权力，连江山社稷都能拿来当赌注，咱们老百姓赌不起也不用赌，把自己和家里人这副身子骨守住，就是乱世里最硬的本钱。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军队不再听命于中南海单线指令，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第一反应绝不是喊口号表忠心，而是赶紧找退路。尤其是看到马兴瑞被移送法办，他的亲信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被顺藤摸瓜一锅端，地方干部都看清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习近平的安全保护伞彻底失效了，替他守过南越，镇过西域，掌过大项目，最后照样被整条线清算。更绝的是，中央紧接着派了一个毫无广东根基的外来户胡帆，直接空降接管广东省委组织部。组织部长是官场的闸门，干部档案、考察材料，谁留任谁调走，谁能被提名21大代表，全在这个位置手里。
胡帆一落座，过去由马兴瑞、黄坤明提拔起来的干部全部头皮发麻，材料一交，全看新班子怎么打勾，表现不好，自己的名字就会从下一届名单里抹掉。广东的血雨腥风让其他大省的人精们秒懂了风向。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7月8日高调跑去泰州调研，泰州是胡锦涛家族的祖籍。江苏宣传口把行程一放大，全官场都懂了。江苏留了门，随时接受新权力的安排。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的动作比信长兴更直接。7月6日至8日，刘宁亲自带着河南党政代表团去了新疆，公开名义是对口援疆和产业合作，放在北戴河前夕。刘宁要见的人偏偏是接替马兴瑞坐上新疆党委书记位置的陈小江。这趟行程就不只是谈项目了。刘宁是清华出身，陈希推荐的，可是姓陈的正在被审查，谁也不知道下一份审查材料会不会顺着清华干部网查到自己头上。刘宁这种封疆大吏必须赶在5中全会和下一轮人事重排之前，先弄清楚谁说了算，谁管省委书记头上的帽子。按照墙外长期的判断，陈小江是胡锦涛、温家宝信任的干部线。刘宁这次明面上谈援疆、谈产业，实际上就是亲自上门认新东家，借陈小江重新接上胡温系统。官场里的人一看就明白，河南也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这些省委书记他们暂时不会公开拥护某个接班人，因为谁也不知道温家宝和曾庆红最后会谈出什么结果。胡春华可以回政治局，丁薛祥也还在场内，其他人选同样可能被推上桌面。地方干部现在要做的是保证无论最后谁被元老集体推出，自己都不会因为跟习近平绑得太死被排除在下一轮权力结构之外。所以封疆大吏真正交出来的是3样东西：旧项目的材料、地方班子的人事权以及21大代表的提名权。这些东西交到新的中央决策机构手里，就等于承认今后地方上的人怎么换，账怎么查，谁能进入下一届名单，不再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才是广东换组织部长，江苏去泰州，河南去新疆背后的共同逻辑。地方已经开始离开习近平的单线指挥，向元老主持下的中央集体决策靠拢。他们还在看温家宝和曾庆红能不能谈出清算边界，看胡春华能不能先回政治局，也看元老能不能真正控制下一轮干部名单。胡春华重新进入政治局，并不是胡锦涛突然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一张新牌，这张牌从今年春天就已经开始落子。3月底温家宝出来露面之后，北京首先要解决的是习近平过去10年留下的这套人事、项目和安全系统，到底由谁负责清算？到了4月初，根据墙内普通人的消息，胡春华被放到习近平集团临时清算小组组长的位置上。这个职位没有公开挂牌，新华社不会发一条消息，但体制内的人根本不需要等新闻，只要工作组开始调阅旧项目，只要组织部门重新审核干部档案，只要地方突然收到补交材料和说明情况的通知，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马上就会感知到风向的变化。胡春华从4月以后公开露面减少，也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看。他就在一套不对外公开的机制里翻地方材料、干部名单和习近平旧系统留下的项目关系。这个清算小组至少要干3件事。第一，把习近平过去通过秘书、旧部和地方人马搭起来的人事网重新画出来，谁是蔡奇提拔的，谁跟王小红的公安线相连，谁通过晨曦的组织系统进入重要岗位，都要一层一层重新登记。第二，把地方上的重大项目和财政关系重新过账，哪些项目是正常决策，哪些项目是为了向习近平表忠强行上马，哪些地方干部借着政治任务输送利益，都要重新分开。第三，为21大的干部调整准备材料，谁可以留下，谁需要调走，谁必须进入审查。这份名单不能等到开会前几天才定，必须提前几个月从各省、
各部门一点一点做出来。所以地方大员这几个月真正害怕的就是胡春华主持的这套清算机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长兴要去泰州，为什么刘宁要去新疆见陈小江，为什么广东要换上一个没有本地根基的组织部长。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胡春华虽然主持清算，却还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可以在元老授权下负责专班工作，却没有正式的政治局身份。所以胡锦涛一定要替胡春华把这块缺口补上。胡春华回政治局不仅仅是复仇，也是把他从4月以来已经承担的实际工作变成一个正式的中央身份。爆料推测，对习近平的处理未必是立刻把他像四人帮那样当场抓走，更可能是一种比逮捕更漫长的政治窒息。职务暂时还给他留着，会议还让他参加，但是他不能安排干部，不能调动军队，地方大员不再听他的。到了21大真正召开的时候，最难堪的一幕可能就是习近平仍然坐在主席台上，可台下2000多名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政治局，已经不是他能够单独安排的班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